嘿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們來聊聊聖經裡面的一段經文哦。老實說，它看起來可能是有史以來最無聊的一份名單了，真的。但你知道嗎？裡面其實藏着一個超級強大的訊息，是關於恩典還有第二次機會的。好，我們先來想一個情況，假設你要幫公司挑一個接班人，或是幫班上選班長，你會選誰？我想我們大部分的人很自然地都會選那個履歷漂亮、記錄完美的人吧。應該不會有人特別去挑那個有失敗黑歷史，甚至有點爭議的人，對不對？這是我們一般人的邏輯了。但這就帶出我們今天真正想問的問題了：上帝也是這樣想的嗎？他會不會給那些曾經失敗過，甚至可以說是徹底搞砸的人再一次機會呢？答案其實就藏在歷代志上第9章裡。這段經文記載了一份長長的名單，上面的人是當初因為犯罪被擄到巴比倫之後，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的。說真的，你第一次讀的時候，一定會覺得超想跳過的，就是名字還是名字，密密麻麻的。但它其實就像一個精心設計的謎題，在這種看似無聊的表面底下，藏着非常深刻的意義。好，那這個謎題的答案到底是什麼？為什麼聖經作者要花這麼大的力氣，卻記錄這份好像沒什麼特別的名單呢？來，我們一起來把它解開。我們的第一個線索就藏在這些回來的人，他們的身份裡。我們來仔細看看名單上到底都有誰。你會發現哦，名單上不只有我們預期中的猶大支派，還出現了便雅憫、以法蓮和瑪拿西這些支派。這就告訴我們，這次的回歸代表的是整個以色列民族，而不只是南國猶大而已。但這裡真正有趣的地方來了，就是便雅憫支派的出現。如果你對聖經熟一點，你就會知道他們的歷史，怎麼說呢？真的不太光彩，甚至可以說是黑歷史滿滿。他們在士師記的時代，因為包庇罪犯，結果引發內戰，差點整個支派都被消滅。後來呢，他們又出了以色列第一個國王掃羅王，結果是個被上帝廢掉的失敗君王。所以可以說，便雅憫這個名字在當時幾乎就是跟失敗還有恥辱畫上等號的。更讓人驚訝的是，連以法蓮人也在名單上。他們可是北國以色列的帶頭大哥啊！但他們的第一個王耶羅波安就帶頭造了金牛犢，讓整個國家都去拜偶像，完全背叛了上帝。所以他們的臭名也是大家都知道的。這就很奇怪了，對不对？如果這是一場光榮的回家之旅，為什麼上帝要讓這些有這麼多黑歷史的問題人物也一起回來，還把他們的名字記下來呢？好，要解開這個謎，我們得來看一個更奇怪，但也更關鍵的線索。這裡的經文作者用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寫作手法，我們可以很形象地叫它掃羅三明治。來，這是三明治的第一片麵包。在第9章這份歸回名單開始之前，第8章的結尾，作者花了超多篇幅，仔細地介紹了掃羅王他們家的族譜。接着，中間的餡料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的那份長長的回家的名單。最妙的是，這第2片麵包。名單一結束，經文竟然又把掃羅的家譜幾乎一模一樣的又重新寫了一遍，真的幾乎一字不差。你想哦，作者會不小心把這麼長一段重複寫2遍嗎？不可能嘛！所以這絕對是故意的。他就是用這個我們說的三明治結構，把回家這件重要的事，用掃羅這個失敗國王的故事，從前面跟後面把它緊緊的包起來。這就是解開整個謎團的關鍵鑰匙。問題就來了，掃羅代表的是什麼？是失敗，是被上帝棄絕。那為什麼作者要用它來框住這份代表希望、代表重生的歸回名單呢？這不是很矛盾嗎？想要理解這個三明治的奧秘，我們必須先了解聖經裡面關於上帝的公義
跟他的憐憫之間一種很微妙的張力。聖經一方面跟我們說，犯罪是有後果的，而且這個後果甚至會影響到後代子孫，這就是上帝的公義。但另一方面，聖經又很清楚地說，兒子不用為爸爸的罪被審判，每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，這就是上帝的憐憫。這兩者聽起來好像有點矛盾，但其實是一體的兩面。而掃羅三明治就是這個神學張力的完美解答。你看，掃羅他自己失敗，被廢王位，這就代表了上帝的公義，犯罪是有後果的。但是他的後代子孫依然被記錄在家譜裡，甚至還包羅住了這份歸回名單，這就代表了上帝的憐憫。祖先的失敗並不會斷了後代蒙恩得救的路，只要他們自己願意回來，上帝就一樣會接納他們。所以你看，這整個故事的關鍵點就在於，這對名單上的人，還有對今天的我們，到底代表了什麼意義？你想想，名單上的每一個人，包括那956個來自有臭歷史的便雅憫支派的人，他們不是因為表現特別好，立了什麼大功才被選上的，他們什麼也沒做，去賺這個回家的資格。他們唯一做的，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決定：我願意回家。所以這段歷史就為我們畫出了一個非常清楚的恩典模式。第一步，人犯罪，背叛了上帝。第二步，罪帶來了審判的後果。但第三步，當人願意採取一個簡單的行動，回家。第四步，結果就是領受到一份完全不配得的接納跟赦免。這就是純粹的恩典，一個在聖經故事裡不斷出現的真理。所以，這段2000多年前的回家故事，最後其實是指向一個跟我們每個人都有關的永恆問題。如果上帝的接納是一份白白給我們的禮物，不是靠我們努力賺來的，那麼對活在今天的你我來說，一個真正從心底發出的歸回，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呢？這個問題真的值得我們好好想一想。